观之道为实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有这样一个真实案例，严女士48岁，是某单位的文员，患高血压已经3年了。严女士长期久坐办公室，除了去厕所，经常一坐就是半天。长期久坐，经络气血运行不通，会导致血液瘀滞，血压升高。长此以往，严女士经常出现头痛、头胀、心烦易怒、失眠、少寐等临床表现。经过一段时间的吃药、针灸治疗，仍然不见好转。于是严女士费尽心思找到了10步降压操，潜心学习并锻炼1个月之后，血压明显好转，头昏脑胀的症状也消失了。严女士感激不尽，决心要推广这套健身操。经过证实，这套10步降压操可以起到疏通气血、清理头目的作用，对头晕头痛、血压升高很有帮助，建议每天早晚各做1次。接下来观友们可以一边观看一边学习。1. 预备动作，坐在椅子或沙发上，姿势自然端正，正视前方，双臂自然下垂，双手手掌放在大腿上，膝关节呈90度，两足分开与肩同宽，全身肌肉放松，呼吸均匀。2. 揉按太阳穴，揉按太阳穴对于我们高血压的患者是可以起到疏风散寒、平肝息风的作用。它是一个经外奇穴，这个穴位久按之后，会使得我们的大脑更加清醒，头部的不适会逐步缓解。用我们的手指顺时针去揉按太阳穴，每按1圈为1个节拍，一共按32次。3. 按压百会穴，用掌心按压在百会穴上，按压穴位的时候，我们可以顺时针揉按它，一共按32次。4. 揉按风池穴，用拇指顺时针揉按风池穴，每揉1圈为1个节拍，一共32次。5. 摩头清脑，利用2个手的小鱼际，然后从头部、额部沿着头两侧往后面去按压，按到发际的根部。有时候血压高、下午血压不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这个动作来缓解症状。6. 擦颈，使用手掌2块凸起的肌肉，从风池穴为起点的下方开始去揉按，然后用右手放在左侧的胸锁乳突肌走向的位置，一共按压32次。这样的按摩的方法要左右交替进行，可以起到缓解颈部痉挛，还可以有降压的作用。7. 点按曲池穴，用拇指指腹去点按曲池穴，然后顺时针揉按。平时如果是血压高，伴有一定的头昏脑胀，还有不太清醒，甚至有时候体内感觉有上火的情况，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穴位一起来治疗。8. 揉按内关穴，用手指顺时针的去揉按32次，以1周为1次，这样的按压能够起到舒心、宽胸、通脉的作用。9. 揉按足三里，现在医学研究证明，顺时针揉按这个穴位连按32次，会起到一定的降压以及疏通健脾、调理身体的作用。10. 扩胸调气，曲肘逐渐抬起，手掌握拳，虚拳朝下，慢慢的抬起与肩同宽，逐渐往两侧伸展，然后再放松下来。这个动作重复大约32次。这个动作会起到扩散胸中淤结的清气，而且是疏散我们心中气血的作用。严女士在治疗高血压时触犯了很多误区，在经过咨询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清海主任中医师后，积极改正，才得到了显著的治疗效果。王清任教授总结了9大误区，大部分人都会中招。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误区1，没症状就不用吃药。大多数早期高血压患者没有明显症状，随着病情进展，才有可能出现头痛、头晕、耳鸣、颈背部肌肉酸痛等症状。即使没有症状，持续的高血压也会对心、脑、肾等靶器官造成严重损害。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就应积极干预治疗，
早期高血压患者如果经过干预，改变生活方式后血压恢复正常，可在医生指导下酌情减药或停药。误区2，血压正常就停药。高血压是慢性病，通常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服药来控制血压。停药后血压波动幅度过大，会增加心梗、脑梗等并发症发生。降压药的作用不仅是降血压，还有维持血压平稳，避免更多脏器伤害。误区3，开始不能用好药。降压药不会出现耐药情况。目前临床公认高血压患者治疗的好药是指长期降压药，即口服一次，降压作用持续24小时以上。短效降压药物通常只用于突发性血压增高，作用时间短，长期用药易引起血压波动。建议患者根据个体情况咨询医师，选择合适的长效降压药，避免降压过猛。误区4，发现血压升高，快速降到正常。一般情况下，血压是缓慢升高的，所以降压过程也要平稳。即使高血压急症，也不可快速降压，以免引起脑灌注不足等意外发生。误区5，根据偶测血压值判断。很多人测一次发现血压高，就认定自己是高血压，这是不对的。判断是否患上高血压，不能以在门诊或家里偶尔测得1-2次血压偏高为准。确诊标准为连续测量非同日的3次血压值，若均高于140/90毫米汞柱才判断为高血压。误区6，血压越低越好。血压是保持身体器官灌注的动力来源，血压短时间内降得很低，超过自我调控能力限制后，将会降低重要脏器的血液灌注，引起脑血栓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理想血压的高压值应在110到140毫米汞柱，低压值在70到90毫米汞柱之间，缓慢降压才能减少不良事件发生。误区7，频繁换药。选择一组适当理想的降压药物并不容易，需要长时间的观察和验证。只要能保持血压稳定不波动，且没有明显副作用，药品品质有保证，就应坚持服用。误区8，长期服药而不定期检查。服用药物治疗一段时间后，即使血压稳定，也应定期到医院复诊，观察药物是否产生副作用，对心、脑、肾等靶器官是否产生不良影响，或药量是否相对不足。误区9，跟着别人经验擅自用药。高血压病因复杂，临床有很多分型，每个人身体素质以及基础疾病都不相同，照搬他人经验，跟风吃药易产生用药安全风险。除了健身操和积极的生活态度之外，严女士在食物上也是别有用心。下面这3种抗压食物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辅助治疗的作用。1. 菠菜。高钠饮食会使血压升高，与钠恰恰相反，钾可以促使肾脏排出更多的钠，从而缓冲钠盐升高血压的副作用。并且研究也发现，适当多吃含钾的食物对脑血管有保护作用。在绿叶菜中，菠菜是含钾大户，不少人喜欢吃菠菜罐头，但其中含有大量的钠，不利于高血压患者的健康。在不能吃到新鲜菠菜的情况下，推荐吃速冻菠菜，营养素不会流失，并且容易储藏。大家可以将它与坚果、牛奶等制成混合果汁饮用。需要提醒的是，服用华法林抗宁的患者应少吃菠菜，以免影响药效。2. 香蕉。香蕉是最常见且营养丰富的水果之一，其高钾低钠的特性可很好地稳定血压水平。此外，香蕉中富含的镁元素也对血压有调控作用。曾有研究发现，如果每日摄入368毫克镁元素，持续3个月，总体收缩压就会降低2毫米汞柱，舒张压降低1.78毫米汞柱。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已经允许香蕉产业在广告中宣传香蕉的降血压和防中风功效。但是，
香蕉与螺内酯、阿米洛梨等保钾利尿药同服，可能引起高血钾，因此服用上述药物的患者应限制使用。3. 红薯。红薯富含膳食纤维、钾、铁和维生素 B6 等营养素，有利于肠胃蠕动，能使人顺畅排便，从而有助降低便秘诱发的血压短期升高。其中富含的钾元素可以促进体内矿物质水平的均衡，辅助降压。有研究发现，红薯等富钾食物可将中风的风险降低 20%。 但是红薯不能完全替代主食，也不能替代其他蔬菜，空腹食用还容易造成反酸、烧心等问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